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将会给美军制造了打击。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包括下一代战斗机等在内的整个国防工业都将会受到损害。因为预算的损失，所以美军现在必须在补充必要储备与开发新技术之间二选一。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最近，美国政府可能面临债务违约的事情，已经成了国际上最热点的话题之一。虽然说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已经几十次逼近债务上限，甚至政府因为没钱关门的事情也发生了不止一次，但最终不是以国会达成共识提高债务上限为收场。只不过这一次因为美国政界的空前分裂，美国人面临的情况比之前几次要更加严峻一点而已。很多人都说美国债务违约就是个程序上的事情，只要两党达成一下协议，国会通过一个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就可以，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虽然我们相信国会两党最终肯定能够达成共识提高上限，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的风险也能够解除，但是达成共识是有条件的，民主党必然要给共和党让出足够的利益，拜登政府必然得答应共和党的众议院提出的众多条件，才能将这个危机渡过去。想不掉一层皮是不可能的。而共和党会提出的条件，核心也是不难想到的，肯定是要围绕着削减政府预算、降低公共开支的方向进行。而这其中必然要受到波及的就有军费这一项。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凯锡在上任之前就已经明确地表示，要推动美军的预算削减，不能让美军的军费再无节制上涨了。而现在拜登当局面临有求于人，正好是共和党当成预算削减目标的好机会。而美军自己也意识到这一事实。最近几天，不少的美军官员以及美国的防务媒体与智库都在发文讨论违约风险将会给美军制造的打击。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包括下一代战斗机等在内的整个国防工业都将会受到损害。五角大楼也在警告，6月可能就没钱给军人发薪水，也没钱给军事承包商们付款了。国防工业协会则在强调，因为预算的缺失，所以美军现在必须在补充必要储备与开发新技术之间二选一。如果继续投资开发高超音速导弹，那就没补充现有装备的库存空缺，战时就将面临导弹炮弹严重不够用的情况。而如果投资扩充现有装备产能，采购装备补充目前的库存空缺，那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进度就将会因为预算的缺乏而大受影响。要不就继续加钱，而且是加一大笔钱来同时推进这2个项目。但是很显然，美国人现在也没钱可加，国会还在准备缩减预算，要不就把研发与采购二选一砍掉一个。但哪个都是现在美军的心头肉，哪个都是美军未来面对大国对抗的保障。美军显然哪个都不想放弃。对美军来说，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两难了，而是多灾多难。这不是美军第一次面对预算困局，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美国人最近几年军备采购价格暴涨，军费的涨幅跟不上美元购买力的跌幅，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看，本财年预算采购清单里 MQ9 这样的无人机，采购价格都已经上升到1亿美元一架了。在这种情况下，纵使美军一年有那么8000多亿美元的预算，也是不可能够用的。但对美军而言，放弃这2个中的哪一个都是没办法接受的。装备库存是真的不能不补充，美军现在的弹药已经窘迫到了抽调以色列库存，窘迫到了停止驻韩美军实弹演习的地步。如果再不大规模补充，那显然就没法满足任何一次高烈度冲突的需求。甚至在未来的亚太冲突里，要面对1-2周内就弹尽粮绝的情况。同样的，美军的空军机队的老化程度也到了老机密集退役，新机采购速度跟不上的水平。海军的舰艇也到了人均要超龄服役的地步。要是这些事情上面省钱，
那美军的规模很快就要迎来垮塌。可以说，在军事装备采购上花钱是满足今日的刚需，但高超音速又是不能不投资的东西。现在美军面临的最直接痛点就是打击手段的突防能力不足。看现在美军都有什么打击手段，各种亚音速的不一定隐身的巡航导弹，各种滑翔制导炸弹，指望这些装备去对抗一支有着完备防空能力的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美军现在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已经落后中国，落后俄罗斯，甚至是落后朝鲜了。投资高超音速就是增援未来，放弃高超音速，那就等于放弃了美军的未来作战能力。在购买力有限的预算当中，同时满足成熟装备采购与新装备研发，对现在的美军来说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美军来说，军费的购买力是目前转向大国对抗的美军所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全新的装备研发项目可以说人均超支，耗费掉了美军大笔可用的预算，而最终却成果寥寥。说起来，美军是有着强大的技术储备，应该能做一个短平快的项目。然而实际上，利用技术储备做出的短平快 AGM-183A 研发不断延宕，预算不停超支就不说了，还反复试射失败，很难让人相信美国还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认真的说，美军面临的问题也不是要在成熟武器采购与高超音速研发当中二选一，而是即使放弃其中的一项，另一项也很难完成。砍掉高超音速的研发，每年能节省出个100亿美元规模的预算来，但相对美军今天的装备采购价格来说，也买不了什么东西。1年6发萨德变成1年8发萨德，并不会有什么本质改变。缩减装备采购开支也是一样的。美军在高超音速开发上的投资不可谓不巨大，随便一个项目的投资都能赶上中俄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投资的总和了。至今拿不出装备来是能力上的原因，而不是预算上的原因。